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很多人跟 Kevin 讲说，他投资美股啊，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去买标普500指数的 ETF， 像是 VOO、IVV 或者是 SPY。那有些进阶的投资人，他甚至会去买 VTI 这档美国全市场指数的 ETF， 因为标普500指数它只占据美国整体股市的80%左右。那如果是 VTI 的话呢，它就可以占据美国将近98%的股票。那投资这两档 ETF 听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那如果我们直接去投资这两档 ETF， 其实我们可能正在犯一个数万美元的一个错误哦。以标普500指数来讲，我们买这档 ETF， 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正在投资全美国。但实际上呢，我们只投资了全美国股市的80%，也就是说呢，有超过20%的成分我们是没有纳入的。那剩下的这20%的成分，甚至超过了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士他们自己国家的整体股市规模。而且如果我们直接去投资美国上市的美股 ETF， 我们会面临高达30%的股息税，以及在未来呢，甚至可能会面临最高40%的美国遗产税。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完整跟大家分享3个重点。第一，就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人想要买下整体的美国股市。第二，就是如果你是海外投资人，你应该要怎么透过爱尔兰注册的 ETF 来大幅的去减少你的税务成本。那第三就是呢，如果你真的要买下全美国市场的话，那我会比较建议怎么样的 ETF 进行配置。那如果你是打算长期投资美股 ETF 的话，那这期影片一定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哦。那很多美股新手投资人第一支买的 ETF 就是 S&P 500指数的 ETF， 像是 SPY、IVV 或是 VOO。那 Kevin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呢，第一档 ETF 就是 SPY。但是你知道吗？根据美国标普道琼指数公司他们的官方数据显示呢，美国股市呢其实主要有3大拼图所组成。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S&P 500，也是大型股。它约占美国整体股市的80%，那再来的话呢是 S&P 400，也就是中型股的指数，它约占美国整体股市的7%。那接下来的话呢是 S&P 600，也就是小型股的指数，它约占美国整体股市的大概是3%左右。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只买美国的 S&P 500指数，那其实呢，我们只参与了美国80%的市场，那剩下的20%呢，就是包含那些正在高速成长，未来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NVIDIA， 也就是辉达的这些中小企业。那这些企业我们就完全没有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表，那这个表格呢是追踪1994年到2025年这30年期间 S&P 500、S&P 400跟 S&P 600他们各自的表现。大型股的 S&P 500指数呢，它是绿线。然后中型股市也就是 S&P 400，它是橘线。那小型股的指数 S&P 600，那就是红线。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S&P 400指数，也就是中型股的指数，它在过去30年，它累积下来的一个报酬率是明显的高于大型股以及小型股。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2020年以前，其实啊，大型股它的一个绩效啊是大幅的落后于中型股以及小型股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过去这30年的期间，我们只持有了 S&P 500指数，那其实我们财富累积的速度就会少掉一大截。那以年均报酬率来看，大型股 S&P 500指数在过去30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0.67， 那中型股的话呢是 11.45。那小型股的话呢，则是 10.3 左右。那这样子讲，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概念。那我这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哦，假设在30年以前，那时候呢，你投资100万，一个是专门投资 S&P 500指数，一个是 S&P 400，也就是中型股指数，以及 S&P 600小型股指数。那这3个投资组合，如果投资30年，最终呢，你获得的总资产是多少呢？ S&P 500指数你大概是获得2090万。那如果是 S&P 400，也就是中型股指数，你可以获得2580万。那如果是小型股指数的话呢，则是1890万。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虽然它一点点的年均报酬率的差别，但是呢，在总资产方面的话呢，中型股的指数呢，它是明显的优于大型股的指数哦。那为什么中型股的指数它的一个绩效可以优于大型股呢？那这边的话呢，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因为中型股的公司呢，它比小型股还要大，也就是说它相对是比较成熟的，有它的公司的一个营运状况会比小型股还要好。然后呢，在它的扩张性方面的话呢，它又比大型股更有成长空间。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公司主要是它的财务状况相对比较稳定。然后呢，也是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但是市场的扩张、产品的创新、并购还有全球化，基本上都是属于在这个阶段。那大家不要觉得中型股的指数听起来好像就是比大型股还要小非常多，这些公司的规模。以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一个市值筛选来看，
如果你要纳入美国标普500指数，也就是美国500大企业，那你的市值呢最少要有227亿美元，那折合台币就是6600亿台币。那我们台湾的公司呢进行市值排名的话，那其实呢在我拍片的当下呢，有超过6600亿台币的公司呢并不到20家，也就是说我们投资台湾的0050听起来好像是台湾的50大企业，那其实这50大企业当中呢，其实只有20家公司呢，它的市值是可以纳入美国的大型股。然后呢，其他30家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型股的企业哦。那我这边提到的只是市值的一个最低标准。那 S&P 500指数呢，它除了进行市值筛选之外呢，它还会考虑那些盈利方面的一个因素，像是呢过去4季呢，它的盈余要是正的，才有机会纳入标普500指数。那在风险方面，像是年化风险率，也就是它的波动性啊，如果你只是标普500指数的话呢，它大概是15.19左右。那如果是标普400指数的话呢，则是17.89。那标普600指数，也就是小型股的指数的话呢，它只是19.44。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大型股的公司确实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股价波动性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小型股的公司的话呢，它的波动性是最大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风险调整后报酬。那风险调整后报酬，它的概念就像是你每承担1单位的风险，你可以获得多少的回报。那这个数值呢，如果越大的话呢，就代表说呢，你的一个风险的一个 CP 值相对来讲是比较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S&P 500指数它的风险调整后的报酬呢，大概是 0.7。那 S&P 400的话呢，则是 0.64。那 S&P 600的话呢，则是 0.53。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S&P 500指数跟 S&P 400指数，也就是大型股指数跟小型股指数，它们两个的一个风险调整后报酬其实是非常的接近。那从这个图表当中呢，其实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去投资中型股的指数，其实呢我们可以获得相对大型股的指数来讲，在多承担一些风险的状况之下呢，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那我们会觉得中型股跟小型股看起来好像市场份额非常小，主要是因为常常跟他们比较的那种美国大型股的指数，它的一个规模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才会显得美国的中型股跟美国的小型股的指数好像是很小，但其实呢，它们也是非常的巨大。像是2025年标普公司的这份报告显示，整个全球股市当中呢，美国的股市占比大概是 62% 左右。那这 62% 当中呢，最大比例的当然就是 S&P 500指数，那剩下的就是 S&P 400跟 S&P 600，以及不在标普指数当中的公司大概是 3%。那从这个比例当中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S&P 400指数呢，它占全球的股市的市值大概就是 3% 左右。那 S&P 600的话呢，则是 1%， 也就是呢 S&P 400再加上 S&P 600大概就是 4% 的全球股市的份额，然后中国的股市的话呢，也大概是 4% 左右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一直强调我们要去投资美国的股市 ETF 的话，那我们直接去买那种美国注册的 ETF 其实并不划算，主要就是因为税务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股息税，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台湾投资人去投资美股 ETF， 像是 VOO 或者是 SPY 的时候呢，那这些 ETF 他们配发股息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呢会预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然后呢这些税是完全不能退税的。那如果我们是投资爱尔兰注册的美股 ETF 的话呢，根据美国跟爱尔兰的税务协定，那这个股息税呢会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15%。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去投资一档美股 ETF， 它的一个报酬率的话呢是 10%， 然后呢它的一个平均的殖利率呢是 2%。那如果是美国的 ETF 的话呢，这个殖利率我们就只能拿到 1.4%， 因为 30% 的话呢是要缴交美国的股息税，然后爱尔兰注册的 ETF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拿到 1.7%。那这两者的差距就是 0.3% 的报酬率， 0.3% 的差距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少。这边的话呢，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有100万，我们去投资了一个指数型的 ETF， 然后呢，它未来30年呢，可以给我们平均年化报酬率 10%。那假设费用率相同的情况之下，只有税务上面的差别，美国注册的这档 ETF 在30年之后呢，可以拿到1480万。那如果是爱尔兰注册的这档 ETF， 就可以拿到1610万。这两者的差距呢，是高达了130万，是超过了一个股本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这 0.3% 的一个差距是很少的，其实呢，你长期投资下来的话呢，是非常的巨大。那再来就是一个 99% 的投资人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遗产税。那如果我们持有了美国注册的美股 ETF， 然后在未来我们不幸往生了，那我们子孙继承我们的遗产超过6万美元的美国的遗产全部都要课征美国的遗产税，因为美国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对海外投资人只有6万美元。
那最高遗产税呢是高达了40%哦。那要解决这个方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去投资爱尔兰注册的美股 ETF 就可以了。因为爱尔兰的 ETF 呢，它的法律主体是在爱尔兰，那对美国政府来讲就不会是属于美国的资产，就不用课征美国的遗产税。然后爱尔兰政府呢，对海外投资人也不会课征爱尔兰的遗产税。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台湾的政府呢是课征全球型的遗产税。所以呢，就算是美国跟爱尔兰不会课征遗产税，我们台湾的政府依旧会课征遗产税哦。那详细的计算方式，大家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我有跟大家分享如何买标普500指数可以省下美国30%的股息预扣税，跟免征美国的遗产税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税，也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那就是海外所得税。那这海外所得税呢，是由我们台湾政府所课征的。像是如果我们去投资一些会配息的 ETF，那这些 ETF 呢，它只要当年配息下来，那这些钱呢，全部都要列入我们当年度的海外所得。What？那我们台湾人的海外所得会列入我们台湾的基本所得额当中。我们台湾的基本所得免税额每年是750万，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高净资产人士，你每一年呢在海外赚了非常多的钱，然后呢你又拿到了非常多的股息。那这些海外所得全部并入我们基本所得额当中，那如果超过750万，那可能就要缴交20%的基本所得税咯。那应对这个方法，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那种累积型的 ETF。那什么叫累积型的 ETF？ 累积型的 ETF 就是这些 ETF 不是他们成分股都是一些公司吗？那这些公司配发股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基金拿到这些股息，它会将这些股息呢直接纳入基金的净值当中。那并入净值当中，我们就不会拿到股息嘛。那没有拿到股息，当然就不用报海外所得。那什么时候要报海外所得呢？就是将这些股票卖出去以实现获利的时候呢，我们才要报海外所得哦。那这些累积型的 ETF 就是非常的方便，它会将这些公司的股息呢直接纳入他们的净值当中，来进行一个自动的复利成长哦。好，那我们介绍完这3种主要常见的税收，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几档 ETF， 爱尔兰注册的 ETF， 可以方便你直接去买下全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主要有4档 ETF， 我将他们的 ETF 的名称跟 ETF 代号放在上面这一边，分别是呢 CSP-X， 它是追踪 S&P 500指数，也就是大型股的指数，还有 SPY4， 也就是追踪美国的S&P 400指数，也就是中型股的指数，以及 IDP6。IDP6 的话呢，它只是追踪 S&P 600指数，也就是小型股的指数。还有最后一个是 R2US， 它是追踪罗素2000的指数。那这些 ETF 它们的成立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基本上都是成立最少10年以上。然后他们的 ETF 的注册地全部都是在爱尔兰注册的，然后交易所呢全部都是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那基金规模我也列在下面这一边，CSP-X 是最大的，它是来到了1350亿美元。那其他的部分大概是20亿到50亿美元之间。那会有这么大明显的差别，那当然是因为 S&P 500指数它是最有名的指数，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就只投资这个指数，他们会忽略这种中型股的指数跟小型股的指数。然后股价方面的话呢， CSP-X 是700美元左右，那其他3档 ETF 大概是100美元左右就可以购买到。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早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去交易这些 ETF 的话呢，你也是可以买零税股。那殖率方面，这几档 ETF 只有一档 ETF 它不是属于累积型的，那就是 IDP6，它是属于一个半年配息的 ETF。那其他 ETF 全部都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那年度费用率方面的话呢，最便宜的就是 CSP-X， 它只有 0.07%， 是非常非常的低。那其他3档 ETF 因为它规模比较小，所以呢它的一个费用率方面的话呢就比较高，大概是 0.3% 左右。那在台湾的所得归类方面，这4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那美股股息税方面，因为这些 ETF 全部都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所以呢，他们的一个股息税全部都是 15%。然后占美股的一个整体股市的比例的话， CSP-X 大概是 80%， 然后 SPY4 的话呢大概是 7%， 然后呢 IDP6 的话呢是 3%。那 R2US 是一个罗素2000的指数呢，它大概是 5% 左右。那这些 ETF 他们持有这些成分股的方式的话呢，都是实物持有，也就是说呢，它是真正有购买这些成分股的股票哦。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起这些 ETF 他们是不是实物持有？因为爱尔兰注册的 ETF 有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是使用合约的方式呢去持有这些成分股，也就是说呢，他们并不是真的去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他们是用一个合约对赌的方式，是一种金融衍生性的商品。那我自己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呢，尽量是选择那种非常单纯的，就是去持有公司股票的指数型的 ETF 才是最安全的。
好，那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S&P 600指数跟罗素2000指数，它们都是属于小型股的指数。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那要讲到罗素2000指数，我们一定要提到罗素指数嘛。那罗素指数的话呢，它的罗素1000指数就是美国公司呢前1000名只要用市值去排序前1000名的公司呢就会纳入罗素1000指数。那后面的公司呢就是市值排名1001到3000的公司呢，这些公司的话呢就是罗素2000指数。所以罗素2000指数呢，它主要是偏向于小型股的公司，但是呢它有2000家。那标普600指数的话呢，它也是小型股的指数，但是呢它只有600家。而且呢标普600指数的话呢，它还会纳入那种盈余的考量。所以呢标普600指数的话呢，它的一个成分股它的一个财务状况相对来讲会比较好。那标普指数跟罗素指数它们的成分股的比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罗素1000的话呢，就是右边这个深蓝色的。那罗素2000的话呢，就是黄色的部分。那罗素指数的话呢，加起来就是3000嘛，就3000家公司。那如果是标普指数的话呢，它是标普500、标普400跟标普600，所以加起来的话呢是1500家公司。那它们散布方面的话呢，大概就像是下面这张图的呈现方式。标普500、标普400跟标普600，其实呢都有涵盖在罗素1000里面。但是呢，罗素2000呢也是有包含标普400跟标普600的成分股。那这两个指数呢，它们成分股的重叠程度呢，大概有41%的一个权重是属于重叠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想要尽可能的买下全美国的股市的话呢，那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选择 S&P 500指数的 ETF， 像是 CSP_， 那再来的话呢，那就是 S&P 400指数，那就是中型股的指数，也就是 SPY4。那接下来的话呢，小型股的指数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选择标普600指数，或者是罗素2000指数，也就是呢 IDP6 或者是 R2US。那配比方面的话呢，就是大型股的指数 ETF， 像是 CSP_， 就是 85%。那中型股的指数 ETF 像是 SPY4， 那也就是 10% 左右。然后再来就是小型股的指数，像是 IDP6 或者是 R2US， 大家可以配比 5%。那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 Kevin 你没有跟我分享罗素1000指数的爱尔兰型的 ETF 啊？罗素1000指数它的成分股有高达1000只为什么没有介绍它，而是只有介绍标普500呢？那主要就是因为标普500指数真的是太有名了。You all know exactly who I am. 所以呢，爱尔兰注册的 ETF 以前的确有罗素1000指数的 ETF， 不过呢，因为它的规模太小，然后呢又没有什么人去投资，因为大家想要投资那种美国大型股的指数，全部都会去买标普500指数。所以呢，罗素1000指数到最后呢，就是因为它规模太小，所以呢，它就打包收走了。好，那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4档 ETF，如果你是使用台湾的复委托，有可能可以买得到。你要去问你自己复委托的那些专员，看我们台湾的券商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商品。但是呢，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那这4档 ETF 全部都买得到哦。好，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是一家美股上市的券商，它有纳入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当中，它的市值呢现在是超过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的市值加总哦。那如果你想要购买爱尔兰注册的美股 ETF 的话呢，可以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如果是其他的美股券商，像是嘉信证券或是第一证券，是购买不了这些 ETF， 因为嘉信证券跟第一证券它只能购买美股上市的 ETF 哦。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这家券商，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IB 中文交流区。那这个交流区呢是由我创办的，那目前的成员呢已经将近1万人了。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先加入这个交流区，看大家是如何使用这个券商。那如果你有使用这个券商的疑问，也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发文讨论哦。那想要直接开立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也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开立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上手哦。好，那再来是常见问题，有人会问说，伦敦证券交易所如果去交易这种美股 ETF， 它的手续费会不会很贵？那答案当然就是不会。我们直接来看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个交易佣金是多少。首先我们先点击置顶留言栏当中的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连结，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在上面这边点击费用，然后呢点击佣金。好，那点击之后呢，这边我们就往下滑，我们这边点击股票还有 ETF， 然后呢 Pro 版本。因为我们台湾人如果开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就只能开 IB 盈透证券的 Pro 版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边欧洲、中东和非洲，我们点击下去，然后我们就往下滑，我们来找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的一个佣金是多少。好，那我们找到了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的佣金的话就列在下面这一边。依照你买的一个币别不同的话呢，它的一个佣金是不一样的。好像是我们刚刚是美元计价的嘛，我们这边点击美元，然后你可以发现到它的每笔佣金呢，最低的话呢是 1.7 块钱。然后呢，最高佣金的话呢是不超过39块美元，然后它的交易费率的话呢是它的交易价值的 0.015% 到 0.05%。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对这部影片来进行一个总结。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呢，
完整性。如果你想要买下全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话呢，你不能只有买 S&P 500指数，你应该还要纳入 S&P 400指数跟 S&P 600指数，这样才够完整。接下来是节税性方面，我们海外投资人，如果你想要大幅的去节税，不管是股息税、遗产税或者是海外所得税，我们应该要去选择爱尔兰注册的美股 ETF， 而且呢，要是属于一种累积型的 ETF， 这样才是最节税的。那第三就是品质性，也就是说呢，这些成分股的公司呢，真的要有赚钱，那你应该要去选择标普系列的指数 ETF 才会是最好的选择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想要投资美国整体股市的投资人，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因为美国的国税局对对美国的资产，因为非美资产，因为美国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对海外投资人只有